在周三举行的全国政协13届4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有人质疑中国通过新冠肺炎疫苗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开展所谓疫苗外交，大会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予以驳斥。就在前一天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和美国抗疫队长福奇同屏对话，探讨全球抗疫合作等议题。中美两大抗疫专家一致认为，新冠疫苗的疗效基于全球合作，合作对抗疫至关重要。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为世界提供了有效经验，中国疫苗也在助力全球抗疫。针对中国新冠肺炎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提问，郭卫民表示，中国始终把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放在第一位。截至2月28号，中国已累计接种疫苗5200多万剂次，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自己带头接种了中国疫苗，这也说明了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此外，中国还宣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积极推动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截至今年2月底，中国已向69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向28个国家出口疫苗，这个数量还在增加。而对于有人质疑中国通过新冠肺炎疫苗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开展所谓疫苗外交，郭卫民回应表示，这种说法非常狭隘。疫苗是防控并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国际社会抗疫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开展疫苗国际合作，是为了帮助国际社会共同战胜疫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事实上，在全球新冠确诊人数突破1.1亿人之际，全球新冠疫苗的接种总量仅为2.4亿剂，只覆盖了世界3%左右的人口，而实际的接种情况可能更加错综复杂和不平衡。观察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西方国家的民众信奉群体免疫，对接种疫苗持消极态度。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周二晚与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的对话中阐明，不能够用一些不科学、不人道的自然免疫手段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即便人人接种疫苗，也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群体免疫。But as far as my concern, would take about 2 or 3 years' time with global collaboration, as Tony had mentioned. So in China, we have close to 60 vaccines being under development. 钟南山和福奇一致认为，在疫苗注射和自然防疫方面应当做好平衡，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操之过急，恢复所谓正常的生活，就很可能会面对疫情的反扑，面临巨大风险。但如果动作太慢，也可能会是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过程。钟南山表示，想要击退病毒、终止疫情，各国在世卫组织的牵头协调下，团结一致进行合作是最重要的。对此，福奇表示赞同。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当保持团结合作的精神，参与抗疫进程，并且学习和吸收过往痛苦的经验教训。 We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 past by global cooperation with smallpox, with polio, with measles. There's no reason in the world why we cannot do the same thing with COVID-19. 对话的最后，中美两位专家就1年后的疫情走势做出判断。福奇认为，尽管不可能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接种上疫苗，但由于各国正采取一些科学的措施来防疫，他预计1年后民众能够逐渐恢复正常生活，经济随之复苏，跨国境的旅游也能重新实现。钟南山则表示，病毒的变异是不可预测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1年后所有情况都会比现在要更好。 In 1 year time, I think it's a big change. I think from now on, but I don't think we can eradicate this kind of disease. I think that's so basically being controlled. So we have a lot of unpredictable risk factors. For example, the mutation of the virus and what will be happening, and also the other reasons. So I think and also depends on the effort of the people. 疫情呢，防控呢是一个全球性的事物，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家独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单独的抗疫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在克服了美方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偏见和这种错误的看法的这样的个基础上呢，两国的科学家呢重新能够展开合作交流呢，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息。尽管疫苗合作应当成为全球共识，但作为目前全
全球新冠疫苗接种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在抗疫问题上依旧奉行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当地时间周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明确表示，不会将美国部分疫苗分给邻国墨西哥。No. The president has made clear that he is focused on ensuring that vaccines are accessible to every American. That is our focus. 事实上，墨西哥是全球新冠累计病亡人数第3高的国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披露，拜登上台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积极寻求与美国加深合作，希望为本国争取更多疫苗资源。而就在当天的白宫记者会后不久，洛佩斯和拜登举行了视频会议。换句话说，还没等到视频会面，美国政府就通过记者会将洛佩斯疫苗支援的请求公开的无情拒绝。这肯定是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呢，美国现在呢，如果把自己的疫苗的民众的疫苗接种呢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与此同时，他的邻国的情况如果非常糟的话呢，应当说对美国的整个一个抗疫的形势呢，也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拜登政府呢拒绝要向这个墨西哥提供疫苗这件事情的背后呢，肯定应该还是有比较复杂的因素。疫苗呢只是冰山的一角。与美国态度相反的是中国。目前，墨西哥已接收到多达100万剂中国疫苗，约占其所拥有总剂量的1/3。而这只是中国向外援助疫苗的一个缩影。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到南美西部的秘鲁，再到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遍布中国疫苗援助的足迹。而多国政要在机场迎接中国疫苗的新闻也频频刷屏。美媒的报道指出，中国正撑起全球抗疫的疫苗生命线。为在新冠疫苗的获取上维系公平，近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疫苗问题的决议，强调加强国际疫苗合作，确保包括受冲突影响和不稳定地区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平等获取可负担的疫苗。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回应，中方一直在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关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宣示，加入并支持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因此，中方对安理会的决议表示欢迎。中方也应世卫组织方面请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先提供1000万剂国产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急需。中方决定参加维和人员新冠疫苗之友小组，并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捐赠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的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努力夺取全球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